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巴老师努隆基 Sam。大家刚才有看到开头的那一段，有一点 gay 掰，蛮耍帅的一个影片哈，是不是觉得很有风格呢？对，这是因为呢，我戴上了我的这个新帽子哦，这个是 Aston 的山车帽，然后呢，它是这个双低扣的哦，所以它戴起来会比较合身，然后呢，不断式的你可以调整松紧。然后呢，我还顺便入手了他们的这个复古手套，所以才有刚才那一段很复古的影片啦。那 Aston 呢，他们除了自己本来的那个安全帽的系列之外呢，他们另外拉出来一个第二品牌，叫做 Aston Retro， 就是复古的意思。那他们呢，主打这个叫做 Super Retro。Super Retro 这一个山车帽，总共有这个8个颜色哦，上面这4个是新色哦，最近推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我选择的是下面这4个哦，这是有彩绘的，它有这个好像翅膀，或是有点像彩虹这样的哦，彩绘的我觉得蛮好看的。那我选择的呢是这个第3个哦，平暖灰，它是有点偏白色，这个呢型号是 AF11这样子。那 Aston Retro 他们有很多的复古安全帽，3/4罩的啦等等的哦，也有这个乐高帽哦，最近新推出的，大家都可以上官网参考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出门去试试新帽子吧。这个山车帽啊，它有这个帽檐哦，哇，这个遮阳效果是非常的明显，很显著的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有不一样的风格，这个帽檐也是可以拆下来的。然后呢，大家看这个山车帽戴上去，帅度马上暴增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复古手套哦。我特别选了这一个跟我车靴一样颜色的哦，它的型号是 LA70、LA70。那这个复古手套它是可以触控的哦，食指跟拇指哦，两手都可以触控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今天要去宜兰啊，找一个朋友吃早餐，所以呢，我就用这个手套上面的这个触控功能，在路边呢停下来，这样子来选择要去的地方，然后导航，这整个都还蛮顺畅的哦。这个触控功能算是蛮灵敏、蛮准确的。那大家骑重机出门的话，记得哦，要把那个避开收费路段，要把它勾选起来，免得它把你带上高速公路啦。好，那就在这个早上7点多的北宜公路上，迎着阳光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要入手山车帽哦。那这个山车帽它跟越野帽不一样哦，虽然它都有帽檐，可是那个越野帽它是风格更加的强烈。那山车帽呢，它虽然也强烈，但是不到激烈的程度，它还是比较偏向复古。这个讲明白一点，就是耍帅用的啦。那它吸引我的第一点，当然就是它的帅度啦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这个帽子很轻哦，它只有1250克哦。那我选帽子真的我都要选很轻的。然后第3点呢，就是它一定要有内墨镜。那这一点 Super Retro 它都有达到要求，而且它的内衬呢也很 Q 弹，支撑性很好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蛮喜欢这顶帽子的。那这顶帽子它的这个内衬呢，还有超快速吸湿排汗的专利哦。所以呢，戴起来呢算是蛮凉爽的哦，不会说里面都汗流浃背这样子。那这顶帽子还有2个贴心的小优点哦。第一个是它的眼镜沟槽啊，蛮明显的，这个眼镜插上去蛮准确，蛮好弄的。那第2个就是它有预留蓝牙耳机的孔位，这个耳机装上去的时候呢，非常的服帖。那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买好一点的啊？像 Shoei 啊、阿赖啊。为什么不买好一点的日本帽呢？其实我的第一顶安全帽就是 Shoei 的全罩安全帽，那我还记得好像是一个全消光黑的。然后我还记得它的内衬啊，真的是蛮紧的，而且呢也蛮有弹性的。可是它戴久了呢，头顶还是会很痛哦。因为大学时期我就会从台北骑车回杨梅了，大概这个路程是要2个小时。那戴那一顶 Shoei 的全罩呢，安心感是有的，可是呢，其实头顶会痛。所以舒适感呢，就是一般般。现在已经很久了，没有特别记得它有什么亮点，就是觉得Shoei的很安全这样子。那后来当兵上班之后，好像我印象中都是为了图方便我都是戴瓜皮帽一直到3年前呢，才想说啊，那跟 Kelly 一起去买这个3/4的帽子来戴好了。
就是我开始做机车 YouTuber 之后呢，大家一直看到的那一个3/4帽啦。那后来一直都没有去买全罩的安全帽，一直到今年的过年前，真的去买了Aston的这个 GTB 606，我也是选中它的这个帽体很轻的关系。那后来我就对这个品牌的安全帽真的好感度大增哎，然后我哥也买了一顶 GT6， 对不对？后来这个开箱的影片呢，就有被 Aston 的公司看见，我还被邀请去参加15周年庆的活动，哇，整个完全被 Aston 圈粉啦。好的，那我在坪林加完油之后呢，就要继续的往宜兰来前进啦。那刚离开这个街区不久哦，经过坪林桥的时候，发现哇，这个阳光真的是太棒了，角度很好啊！我就在这个坪林桥上呢，不由自主的拍起了这个美照啊！大家看这个复古手套，跟我原本有的复古车靴，还有这个复古安全帽，是不是非常的相得益彰呢？所谓的帽子啊，一定有它过人之处哈，有一些细节日本人真的做得很好，但是相对的，它也会有一些缺点哦。听说它的内衬啊，很容易磨损。因为它要用比较舒适的材质哦，然后就是让你比较亲肤啊等等的，结果呢，容易磨损之后，你反而要花很多的钱来买进口帽的新内衬。听说新的内衬也是要好几千块耶。然后呢，这个帽子它很贵的话啊，你旅行的时候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，你不敢放在车上哦，你只好去哪里都要一直拿着它，就是俗称的帽奴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财务自由了，可能我真的会去买上万元甚至2万块的帽子，然后呢，旅行的时候，要下车，我就把帽子放在车上，不怕偷。但是事实上，现在会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那之前呢，我就觉得3-4千块的国产帽就很好用了。那国产帽的安全性也都有通过检验，不用担心。然后呢，它这个舒适性现在也都做得蛮不错的，戴起来不会说很不舒服或是哪里很不好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安全帽呢，如果你磕磕碰碰，外表旧了，买过新的也不会很负担。终于抵达宜兰啦，跟朋友来吃这个是教官蛋饼啊。然后呢，之后还觉得天气太热，我们就跑去全家喝这个冰咖啡，聊了蛮久的。整个一路聊到中午啊，哇，我就觉得说，那赶快要往回走了哈，不然的话就要在宜兰吃中餐了。那下午回去，怕在半路上山上会下雨啊，所以呢，就沿着原路啊，就继续走这个191县道，要往北宜公路前进。大家有发现吧？走191县道蛮好的哈，因为那个上面有高架桥，下面就会有阴影。像这种很热的天气啊，你真的要有阴影哦，遮在上面，这样骑车才会凉。那我们继续来开箱这一顶帽子哦。这一顶山车帽呢，也不是没有缺点啦。第一点呢是，即使你把内墨镜放下来啊，因为那个整个前面没有面罩，所以风还是会往你脸上吹，然后会吹到内墨镜的里面，就会吹到眼睛。所以如果骑长途的话，可能眼睛最后会变得很干不舒服。之后可能要去买护目镜来解决这个问题哦。那再来就是复古系列的帽子呢，通常额头的通风不太好，容易闷热。不过呢，因为它没有面罩，撞风都从头上吹过来哦，甚至会从内墨镜上方吹到帽体里面，也会有点凉哦。好，我回到北宜公路了。早上来的时候呢，因为刚好太阳是逆光的，所以南洋平原看不清楚。现在已经中午了哈，阳光这样子照下去，哇，这个整个南洋平原很漂亮，忍不住呢就赶快来帮我的IG 拍拍美照啦。哇，蓝天大海哈，海天一色，这一个点呢，真的是我觉得看南洋平原最近也最清楚哦，最有魄力的一个地点。哇，今天戴了新帽子，然后呢跟我的 IG 还有呢吃饭要用的 GoPro 哈，一起拍一张合照。后来我就想到说，可以拍一些机车的影片，还有我的照片，应该会蛮好看的，所以才有开头的这一段哦，骑车进来，然后呢摆拍，然后再骑车走掉的这样子的一个蛮有风格、蛮有骑士意境的影片啦哦。我们常常说呢，骑帅不骑快，对不对？虽然有人会追求这个机车的性能哦，但是我是真的不追求骑快的 ，CB300R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使用了哦。所以呢，我剩下要追求的骑车的目标就是要变帅哦。所以骑车啊，
从安全帽、服装、手套啊，这个裤子、车靴，都会想说，越买越要有一点点风格性的东西啦，就朝向一个很有风格的骑士的那种阶段来前进哦。今天戴上了这个阿斯顿的山车帽啊，我觉得真的整个风格变强烈蛮多的。阿斯顿的帽子，我觉得他们都有用心设计哦。台湾的各个领域啊，常常都有缺乏美感的情形，对不对？什么地方一大堆吉祥物弄成那个样子，蛮有这个华国美学的。可是我觉得阿斯顿它虽然是国产帽，我觉得他们的设计都在水准之上，而且他们会一直研究新帽，一直推出新色款式之多，甚至于还分出了阿斯顿 Retro 这个第二品牌。现在呢，连他们的手套也是越做越多啊。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像是安全帽界的这个 SYM 三洋是有想要好好做帽子的。那我相信他们的好产品会越来越多，市占率也会越来越高的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当然这些都是个人感受啦，大家有不同想法的也欢迎留言讨论分享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，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。我是国宝老师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，安妞。